在这婚恋服务的行业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和期待踏入这个充满希望与未知的领域。而像小刘这样的女孩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刘啊，是个35岁的大龄剩女，在旁人眼中，她那可是事业有成，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光芒。她在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里担任中层管理职位，每天风风火火地穿梭于各种会议和项目之间，处理起工作上的事务来，那叫一个雷厉风行。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拥有了一套温馨的小公寓，还开着一辆不错的代步车。经济上的独立让她在生活中无需依赖他人，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她都能应对自如。然而，只要一提到感情这档子事儿，她那原本明亮的双眸就会瞬间暗淡下来，整个人像是被一层阴霾笼罩，变得沉默寡言。她的故事就像一首悲伤的旋律，只要听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心疼，仿佛能从她的经历中看到自己在感情里的那些脆弱与无奈。小刘曾经有过一段长达5年的感情经历，那时候的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那个男人从表面上看简直就是她的理想型。他在事业上颇有建树，经营着一家小有名气的公司，每次出现在小刘面前时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对小刘也是关怀备至，在小刘加班到深夜时，他会贴心地带着热气腾腾的夜宵出现在公司楼下。在小刘生病卧床不起时，他会守在床边，细心地照顾着，喂他吃药，给他煮粥。周围的朋友都羡慕小刘找了个这么好的男朋友，小刘自己也沉浸在这份幸福之中，满心以为他们会就这样一直走下去，步入婚姻的殿堂，相伴一生。可是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谁能想到，那个看似完美无缺的男友，背地里竟然和他的女助理搞在了一起，而且还不止一次。当小刘无意间发现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和暧昧照片时，他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他的心就像被无数把锋利的刀狠狠地割着，那种痛深入骨髓，几乎让他无法呼吸。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曾经对他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的男人竟然会如此背叛他。更让小刘无法接受的是，当他鼓起勇气提出分手时，那个男人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和道歉，反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他恶狠狠地指责小刘，说他不够包容，不够理解他的工作压力，说他总是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才导致他在外面寻找所谓的慰藉。小刘听着这些颠倒黑白的话，心中的怒火和痛苦交织在一起，他恨不得立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逃离这无尽的痛苦。那段时间，小刘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以泪洗面。他看着房间里那些曾经充满回忆的物品，每一件都像是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他不断地在脑海里回放着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从最初的相识相知，到后来的甜蜜热恋，再到如今的背叛伤害。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傻瓜，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如那个男人所说，自己有太多的问题才导致这样的结局。但是小刘毕竟是个坚强的女孩，在经历了无数个痛苦的日夜后，她终于慢慢地从那段黑暗的时光中走了出来。虽然内心深处依然有着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依然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回忆刺痛，但她告诉自己不能就这样被打倒，一定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于是她找到了我丽姐，希望通过相亲这个途径再次踏上寻找真爱的旅程。当我第一次见到小刘时，我就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那份伤痛和对未来的迷茫。我深知他的这一段经历将会对他在婚恋选择上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接手了他的婚恋需求后，心里其实是有些担忧的。他的要求听起来就不低。我能理解，对于一个经历过如此惨痛背叛的女人来说，那颗曾经充满信任的心已经千疮百孔，痛苦的伤口虽然在慢慢愈合，但内心的防备却如同坚固的堡垒，越来越深。小刘坐在我面前，表情严肃而坚定地说：“丽姐，我不想再经历一次被骗的痛苦，所以我必须对男人更加挑剔。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承受一次那样的伤害了。”我看着他，轻声问道：“
那你心中理想的另一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小刘微微抬起头，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决然，斩钉截铁地说：首先必须是有事业的。我不要求他特别富有，但至少得有稳定的收入，能够承担起家庭的基本开支。我可不想找一个一天到晚只想着打游戏、混吃等死的男人，那样的生活我无法想象。其次，我不能接受对方有过婚史，尤其是有孩子的男人。我不想当后妈，我想要一份纯粹的感情，从一而终的爱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忠诚，我再也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出轨。人品要过硬，责任心要强，最好还得有点担当。我希望他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而不是逃避退缩。听完他的这一番话，我心里忍不住咯噔一下，差点没忍住翻白眼。他的要求简直是挑剔到极致。我在这婚恋市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要求没听过。可像他这样把所有条件都卡得死死的，还真是少见。说实话，在这个现实的婚恋市场上，想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男人，难度比登天还难。我毕竟是做了这么多年相亲红娘的人，经验是有的。但在那一刻，我真的开始怀疑，像小刘这样的女孩，到底能不能找到她理想中的那个男人。不过，我也深知作为一名专业的婚恋服务人员，不能把这种消极的想法表露出来。我脸上依然挂着微笑，耐心地说：小刘，你的标准是有点高，但我理解你的心情。毕竟经历过不愉快的感情，心里难免会有一些戒备。我们可以先从你最关心的几个方面来筛选，找到最合适的匹配。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忙碌地为他筛选合适的男士。我翻遍了我的客户资料，打了无数个电话，终于找到了几个看起来比较符合他要求的人选。第一次安排见面的那个男人，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个完美男士。他在一家大型企业里有着稳定的工作，收入颇为可观，外形也不差，高高瘦瘦的，穿着得体的衬衫和西裤，看起来干净利落。而且他谈吐斯文，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无论是谈论时事新闻，还是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都能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我满心期待地把小刘和这个男士安排在一家安静优雅的咖啡店里见面。我在一旁偷偷地观察着，只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交流还算顺畅，男士微笑着给小刘点了一杯拿铁，小刘也礼貌地回应着。可是没过多久，我就看到小刘的脸色渐渐变得有些不对劲。等到见面结束后，小刘走到我面前，皱着眉头对我说：丽姐，这个男的有点做作，言之不真，我觉得他整个人不够有担当。他在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说得很动听，可我总感觉他只是在表面功夫，并没有真正的内涵和决心。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实实在在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我一听，心里顿时有些着急了。这可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合适人选啊，怎么就被他这么轻易地否定了呢？我刚想开口劝说几句，小刘却已经转身离开了。过了几天，我又给小刘安排了一次见面。这次的男士曾经在国企做过经理，各方面条件比前一个更好。他不仅有稳定的职业，收入丰厚，而且家境也不错，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氛围和谐。他本人脾气温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在见面之前，我还特意跟小刘强调了这个男士的优点，希望他能够好好把握这次机会。然而，当小刘和这位男士见面结束后，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丽姐，这个男人太沉闷了，和他在一起生活简直太无趣了。他就只会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或者是一些老掉牙的话题，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让我在生活中充满欢笑的伴侣，而不是一个像木头一样的人。我听到这里真是有点崩溃了，他这标准简直就是完美主义啊！我在脑海里不停地想象着，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完全满足他的要求呢？我开始觉得小刘可能真的是在自己的幻想里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男人形象，而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可小刘却执着地说，我知道自己在心里已经被伤得不轻了，但是我只想找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我希望他能是真心实意地对我好，而不是像我以前那样随便找个人应付。
我不想再将就，我已经将就过一次，结果换来的却是背叛和伤害。我明白他的痛，也理解他的期望，但作为一名婚恋红娘，我也清楚地知道他现在的这种高要求，往往会让他错过了很多可能的机会，因为在这茫茫人海中，根本就没有完美的男人，只有那个与你相互契合、相互理解的合适的人。就在我有些无奈的时候，有一位男士出现了。他在外形上不算特别出众，中等身材，长相普通，穿着也比较朴素。职业上也只是在一家普通的公司里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收入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但是当我和他交谈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他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他说话直来直去，没有那些花言巧语，但每一句话都透着真心。我决定安排他和小刘见面。见面那天，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这次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当我看到两人第一次约会后小刘的表情时，我不由得轻轻松了口气。小刘的脸上虽然没有那种欣喜若狂的笑容，但也没有了之前的不满和嫌弃。他看起来比较平静，似乎对这个男士并没有太多的反感。然而小刘却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他对我说他是个好人，可是我总觉得他身上缺少一些激情，缺少那种让我心跳加速的感觉。那种感觉我在我的前任身上曾经有过，但后来他却背叛了我。我不想再陷入这种情感的泥潭，我害怕自己会因为一时的感动而再次选择错误。这一刻我真的很想发飙。我看着小刘，认真地说，你说你要找个好男人，那什么叫好男人？是指会对你忠诚，还是指会永远让你心跳加速？爱情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经营，找到平衡的吗？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总是让人头疼。你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的那种感觉里，你要学会面对现实，接受生活中的平淡。好的男人不一定是那种让你每天都激动的心跳不止的人，而是能够在你遇到困难时站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的人。小刘愣了一下，然后缓缓地低下了头。我知道他在思考我的话。他在经历过一段感情的背叛后，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让他在面对新的感情时变得格外谨慎。可是爱情和婚姻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他太执着于寻找那个完美的对的人，那么可能一辈子都得过单身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和小刘沟通交流。我给他分享我见过的那些成功的婚姻案例，告诉他那些夫妻在生活中是如何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我也会跟他讲述一些因为过于追求完美而错过幸福的故事，希望他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渐渐的，小刘开始有所转变，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固执地坚持自己那些近乎苛刻的要求。虽然他依然对男人有所期待，但他也开始学会包容和理解。他明白了，好男人不仅仅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化人物，而是能够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伴侣。终于，小刘遇到了她现在的丈夫。他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没有高大帅气的外表，也没有令人羡慕的巨额财富。他在一家小公司里工作，每天忙碌而充实，但他对小刘却是真心实意的好。他会在小刘下班回家后，为他准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会在小刘遇到工作上的烦恼时，耐心地倾听他的抱怨，给他出谋划策，会在小刘生病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陪伴在他身边。小刘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没有每天的甜言蜜语和浪漫惊喜，但他们的生活却充满了温馨和幸福。他们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为了几毛钱和小贩讨价还价，会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分享着彼此的看法，会一起在周末的时候去郊外散步，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婚恋中的高要求并非一定是坏事，但如果太过于理想化，那反而会错过最珍贵的机会。相亲市场上，很多人都像小刘一样，在感情的道路上迷茫徘徊，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直到他们学会放下过高的要求，才能真正找到那个适合自己的人。婚姻不是用来完美匹配的，而是两个人愿意一起奋斗，共同承担，学会包容和理解。在生活的琐碎中，发现彼此的闪光点，珍惜那些平凡而又珍贵的瞬间，这才是最真实、最值得追求的幸福。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寻找那个不存在的完美，而是用心去感受身边的温暖与陪伴时，
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才会真正的展现在我们面前。